欢迎大家来到拉风文化超凡脱口秀团建的录制现场。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队长出场。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第一位队长孙刘登场。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二位队长波士顿顶好喜剧的主理人靠登场。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三位队长司机登场。组队淘汰赛，根据3名队长驻台表演排名，在16名选手中依次选择自己心仪的队员，每名队长共可选择5名队员，最终剩下的最后1名选手获得反选队长的权利。成队后，每名队长在各自队伍中选择3名队员进行3轮1v1v1比赛，累计得票最高的团队在本队所有队员中有1名队员将进入待定区，其他2队有2名选手进入待定区。进入待定区的选手将由下一轮比赛结果决定去留。那今天首先我们要公布的是3位队长的出台分数。首先公布最后1名的得分，3、2、1。得分最低的队长是孙刘。我其实不太意外，我觉得，能拿到这个票数，我已经挺满意的了。接下来公布的是第1、第2名成绩。3、2、1。知道结果意外吗？不意外，完全不意外，太不意外了！你在现场就知道了，有什么好意外的？我的天哪，那么明显，一目了然。得分最高的队长是靠。那我们现在首先有请 Carl 来选择自己的第1位队员。我选 Steven 肯定是要选的嘛，然后冰激凌，然后就是豆丝、一葱，这是我们自己的人。其实这3个队长我都很喜欢，然后康老师的话，他之前有帮我改过稿子，他对我给予了极大的鼓励，所以我想加入康老师的战队。我觉得有队长选就可以了。我选 Steven。有请 Steven。Steven， 我们认识的很早了，革命老战友。我们顶好喜剧第1场正式演出就由 Steven， 给他只给了100块，他自己贴了不少机票和酒店的钱来的，所以说我们有革命友谊。亲一个，来吧。剪掉。那么接下来有请47选择自己今天第1位队员。我期待的肯定是47一直都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就是他每次在台上闪闪发光，就是我最希望的样子。上杨王。来，展现一下。我选上的原因是，我是硅谷演出时候和上他是开车从硅谷一直陪我开到 LA， 然后一路上给我讲了他很多写段子的心路历程，我非常看好你上。你选的是司机吧？
队长孙刘，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有请孙刘选择第一位队员。我还特别喜欢垃圾食品，他们的表演形式非常新颖，可以不用给观众任何负担，就是纯粹的快乐的这种演出形式。垃圾食品。食品。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演出，而且我们队要做人最多的那一组。而且从刚刚大家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出，大家特别喜欢孙刘。孙刘垃圾，孙刘垃圾，孙刘垃圾，孙刘垃圾。那我们接下来有请 Carl 来选择他的第2位队员。我选豆三儿。豆三儿是我们波士顿顶好喜剧的现任主理人以及台柱子，是我们的顶梁柱。这不承认了吗？这多正式，对不对？多么正式，给你加冕。虽然实权还是在我这儿，但是豆三儿真的很不容易，非常好。哎呦！那么接下来有请17选择他的第2位队员。熊猫君。就是我们搞个动物园嘛，有熊有熊猫。哎呀，哇，好笑啊！那我要看看第3个是什么了。因为熊猫是我们Apple喜剧纽约的一个顶梁柱演员，而且他成长非常快，我非常看好熊猫，而且他会听我话改稿的。乖熊猫，你选的是仆人呀。那我就选这里面唯一一个当父亲的 Richard。好儿子，好生疏，好生疏，好冷漠，感觉不熟。因为 Richard 是我们初舞台我觉得表演最好的几位选手之一。对，没错，非常棒。那接下来有请 Carl 选择他第3位队员。那我选冰激凌。前面没有看得见。好，我们到这里，对着镜头，找好镜头。冰激凌是我觉得非常有天赋的演员，所以说我就要选冰激凌。我也要加一句，冰淇淋是我们 DMV 非常优秀的演员，你如果不选他，我也会选他的。冰淇淋 ，We go long term。你第2个有选他的机会了，你没珍惜。一针见血，孙刘。孙刘出舞台的时候这么演不就好了吗？你知道，就是做老板的思考的角度会多一些，不像这种好的老板演员。选第3个吧。啊，好的好的。就我当时跟他说了，我就是冰淇淋，你不要担心，我一定会选你的。结果他被别人选走了。接下来17将会选择他的第3位队员，那会是谁呢？宏宇。因为昨天是我第一次看宏宇的线下演出，但是我觉得宏宇的可塑性非常强。虽然只看1场，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很多素材可以挖掘的演员，尤其是单身那么久，所以选他。孙刘，现在由你选择你的第3位队员。Point。谢谢队长。我忘记跟宏宇抱一下了。加油！我特别喜欢 Point 他的写段子的气质，我觉得他跟舞台上大部分跟我一样好笑。哎呀，
我觉得他跟舞台上很多人的，就是段子的气质都不一样。我觉得他有一种特别独特的那种角度和。他比你有文化多了，对。他英文特别好，对。谢谢谢谢。好。OK， 到现在为止，每位队长已经选择了3位队员。那么接下来有请 Carl 来选择他的第4位队员。第4位我选一聪。找准机位。一聪也是我们顶好喜剧非常优秀的新人演员。本来我们想说的是讲的不好就不要说他是顶好喜剧的，因为他上来就说了。我们就只有这么2个演员了，长得比较好笑，属于可以吃这碗饭的人，非常好。OK， 47，你下面将会选择谁呢？我选张好元。我听过郝元一次线上读稿会的稿子，他那篇稿子没有用上，但是我今天想让他读出来。哎，是读吗？今天得演。我希望他今天有机会让他演。接下来有请孙刘。小飞。好。最萌身高差。倒也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啊，我们需要一个本地人。我们现在3位队长将会进行下一轮的选择。我们现在场上还有4位队员还没有被选。紧张。你专业一点，你的演技太差了。那么有请 Carl 来选择他的第5位队员。好，我选 Kaki。我觉得 Kaki 是非常棒的女演员。说完了。不，我也是昨天第一次看 Kaki 表演，然后我觉得印象很深，有可挖掘的素材又很多，然后人又很聪明，就是说学习东西也很快，我觉得他会有很好的表现。好。我没有选 Kaki 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改了足够多次的稿了，我觉得他去别的战队能获得更多不一样的意见。那肯定能，你放心，必须的，支持这样，必须的。接下来有请47选择他的第5位队员。大蝶来吧。哎，先忍，哎，先忍。大蝶，我知道，我看过他特别炸的舞台表演。我说实话，我觉得初舞台没有展现出你最好的一面，有一点点。对。OK， 接下来孙刘压力很大，这个时候人情世故都要爆发了。我可以先说理由吗？不用找补了，直接选吧。我觉得舞台上需要留下一位顶天立地的男人留在最后。哎呀，不选就不选嘛。自己站过来了。啊，恭喜金娜！谢谢所有人。好，谢谢大家，就到这了。稍微请留步。其实最后一个也很好，你可以自己选择，不用被别人选，对吧？对。我们3位队长为了争取最后1名队员，可以来一个感人的演说，好吧？感人的演说。感人的演说 ，Sawyer。鳄鱼的眼泪，来吧。我今天画了眼线，我可以挤出来的。我觉得你非常适合我们的战队。我们把他们每人分几根头发给你，你就能组出来1头了。1头。
我觉得所有你如果按照正常的排序，你不会是最后一个的，因为大家把你留在最后一个，就是希望能够给你这个自主权，而且相信你不论去哪个战队都会是非常重要的一员。感动了，哇，价值拉得很高。我是很真诚的说，我很希望你能够来我们的战队，能够帮助大家一起进步，很真诚的希望邀请你来。压力给到孙刘，队长加油！我重讲，我重说，该我说了。台上这3位导师只有我是单身。这是表白吗？我们组是女队员最多的，我更能了解你。我们还是从段子的专业角度来评判。对。你需不需要一个女性视角，能告诉你，让你的段子能够避免一些男性经常会犯的坑？我是有自己专场的女脱口秀演员，我相信我可以给你一些直男会走过的坑。我们直男走过的坑，我们自己都走过了。你需要一些不一样的角度去给你的稿子提意见。就是其实真的，我看了他们编剧改的稿，我会发现，因为编剧大多数男性，所以给的意见其实很多时候是，即使看上去很 diverse， 但是很单一的。该我了吗？没有，对，让他选吧。你听懂他说什么了吗？哎呀，赵燕，现在权力在你手里，你来选择哪个队长？我就我选47队吧。胜之不武。到现在为止呢，我们3位队长选择队员的环节已经完毕了。现在有请3位队长带领我们的队员进行队名讨论。好。我代表顶好喜剧赞助1块钱，咱们就叫顶好喜剧行吗？可以。我现场掏。我可以赞助3块。都不够5个人分。不要拍卖了，哎呀！我们既然是大家来自世界各地嘛，然后就是哪儿都有，我们还想要个梗，我们就叫哪儿都有梗队。无敌，可以，太好笑了 ，Kaki， 这就是我选你的原因。哪儿都有梗，梗在这儿。防弹中年团，防弹中年团，那只有你合适。只有你是我不防弹，我错了年代。尽量起个观众喜欢的，朗朗上口的，就是比较朗朗上口，然后讨喜的。我觉得观众选的队挺好的。观众选的队，我还是对，观众选的队挺好的。观众投的队或者观众选的队，我觉得挺好的。对，观众投的队，观众投的队，观众投的队。观众投的队。我觉得叫选我出门拿奖品队怎么样？太长了，太长了。这个我觉得这叫冠军队。我们7个人嘛，7条人队。七龙珠队，7匹狼。葫芦娃，4期说的都对。这个4期都对对。我站4期说的都对。好，那就4期都对了。4期说的都对，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对，4期都对。好，4期都对。 4期都对。 4期都对。想要拿起麦克风说出你的笑话，快点加入你所在城市的中文脱口秀俱乐部。没有俱乐部没问题，欢迎关注 Crazy Love Comedy 拉风喜剧，并咨询线上公开课及读稿会。下一期超放脱口秀等你来见 ，Let's make crazy love。那我们3位队长现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一下第1轮比赛谁先出战。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我们愉快的决定了，我赢了吗？没有黑幕，大家都看到了，对吧？电视黑幕。我决定我们战队第3个出战。我觉得我们战队第2个出战。
我决定，我们战队不出战了。你命由天不由你，第一个出战。那我们今天第一轮1v1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有请观众投的队的演员，纽约脱口秀首席北京人小飞登场。卡尔那边会出 Steven， 他会拍豆三儿第2篇稿子听说已经有了。对，那首先我们选2个 Steven 和豆三儿。豆三儿是一定上。对，第3个我们其实猜不太出来，可能对我们威胁也不是那么大。四期他们有 Sean 肯定要上，肯定要上。刚刚一直在改稿子。熊猫早上说了他会上，还有4期刚才钦定的，要让张浩源一次机会。对。我觉得红宇可能会开场。有可能。我觉得红宇会。你觉得第1轮他们会是上？我觉得是 Sean。第1轮会是上。对。上和豆三儿。我觉得 Steven 他们会放到最后。我觉得 Steven 应该留到最后。所以如果你拍，比如说大家觉得稿子不是特别强，跟一个很强的打，你可能得的分特别少，特别低，然后也所以你加起来的话，就总分可能就有点低。所以我们还是小飞和 Point。好，然后 Point 的段子可能不太适合一开始上。我没问题，我来开场，我来开。好，那就小飞。好。哎呀，大家好，这是小飞。孙刘，你怎么回事儿？哎呀，气死了，选错人了。大家好，我是小飞啊。昨天我们进行了初舞台的比赛，我在台上讲了一些关于我因为不太会说北京话，融入不了北京人这个身份的一些段子。现在这帮演员都疯了。我见面就跟我说：“哎呦，这不是纽约的京爷吗？”我说：“哎呦，我的妈呀！我现在整个都有点膨胀了啊！我现在就从今天起，我一个北京人是什么都不可能是外地人了。就算我是狗，那我也是京班儿。”到了现在，我讲完这个段子之后呢，我发现不仅北京的身份我不太能融入得进去，我现在有点融入不了这个纽约的生活圈了。就我本身是一名建筑设计师，但是就我这个认知范围，我这个朋友圈的范畴，我感觉纽约只有3大类中国人，一个是大厂的 IT， 一个是华尔街的金融，还有是 Chinatown 的后厨。我就觉得很难融入啊，因为他们经常会看到我说：“哎呦，你是建筑设计师，你是学设计的啊，酷！你一定懂很多设计风格，懂很多不同的装修理念吧？”我上学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到了学校之后，我每天做设计的时候，我听到最多的几个问题就是：你这儿多宽，你这儿多长，你这个2米来高的门啊，姚明来了要怎么办？姚明这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他来都来了，那就凑合过吧。我觉得我最融不进去的还是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他们这些人每次和他们聚会聊天，他们会讨论一些投资、一些股票，然后就是啊，这是我刚换的房子，这是我刚买的车子，我只能说这是我刚查出来的甲状腺结节子。但我非常想融入他们，所以我就开始装，我就开始吹牛逼说：“哎呀，你们知道吗？我这2年经手的项目，那每一个都是小几百万呢。”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的是，我每一个项目我的设计费是总项目投资的5%到7%，而我的工资是在5%到7%的5%到7%。妈，这个餐厅的小费都比我这个多呀！看了我这个工资条之后，我都觉得我最该融入的不是他们，而是去融入这个纽约的行乞圈，去当一个乞丐。在纽约待久之后，我发现我连这个乞丐圈我也融入不进去啊！哎呀，你就在纽约街头上，这种唱跳 rap 这种要钱的人都已经非常的常见了。我甚至在地铁上看到过那种卖早点的，
卖玩具的，那给自己募捐的。我说给自己募捐，你这个水滴筹现实版，这是要了命了。我当时觉得，纽约这个城市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个学校，就叫 School of Begging？ 啊，你交个几千刀啊，上个几个学期的课，然后教你些都是什么行乞资源管理、乞讨战略分析、什么零钱货币经济学。毕业时候也给你发一个学位，我乞讨增值学学士 ，Master of Begging Attraction，MBA。当时我为了写这个段子，我还到网上特去查了一下，因为怕真的讽刺到谁嘛。结果还真有这么一个组织。19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 Omar 的老哥在纽约创办了一个类似的机构，但是他比我聪明多了。首先，他强调这个不是 bag， 是 cage，C-A-D-G-E 啊，是乞讨的高级形式，翻译过来啊叫白嫖。而且他最聪明的是，他没有办一个学校，他办那个东西类似于一个 boot camp。啊，你就是每天 part time 下班来上课啊，交个几百刀，上个几个星期啊，所有的课程都是 based on real case， 教你最新的白嫖 language。毕业之后，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会发一个证书，叫 Certification of CS Caging Senior 白嫖大师。当时我想啊，我真是太牛逼了，我要给我这些朋友们讲讲这个东西，好好讽刺他们一下。但为了我让这个讽刺更加真实、更加落地，我去听了欧马尔这个老哥的专访。他说，白嫖最重要的是你开头的这个15秒，你要讲完你第一个故事，然后抓住这个路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我这句话我感觉我在哪儿听过，开场的15秒，第一个段子，观众，这他妈不就是脱口秀吗？再看看我这个工资条，原来我早就融入了他们呀。但是我现在也发现了一点，就是我这个建筑师的身份，在纽约这边还是有很多人赏识的，很有用的。我之前去我一个朋友他新买的房子，他的 housewarming party， 他说：“哎，你是学建筑的，那么你不如就给我看看我这个家装的怎么样。”当时我一下就来劲儿了。我就感觉我的教授的谆谆教诲冲入了大脑，我指他家大门就说：“你这个2米来高的门，姚明来了，要怎么办？”但是现在我其实已经没有这种焦虑了，尤其是在我讲完我的那个北京人的段子之后，因为我发现如果我融入不了纽约的生活，那我可以当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在纽约呀。而我怎么才能活出一个北京人的骄傲呢？我想了一个办法。纽约有很多的地铁，从 A、B、C、D、E、F、G。我从今天起，我以后去任何的地方，我只坐D号线，因为这样别人问我，哎，您今天是怎么到的？我可以说我北京人，地道的。大家也看到我很喜欢这种段子，所以我发现我最能融入的地方就是这里，就是纽约的法拉盛，纽约中国人聚集地最大的一个地方。因为在这条街上，你不论你什么店、什么名儿，你必须有一个谐音梗，你才敢挂出来。啊，这法拉盛有一家卖鱼的店叫娱乐至上，还有一家卖鸡的店叫快乐机场。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新世界商场上面那个理发馆，叫最高法院。我每次路过的时候都想知道，就我这个发型，他们能给我判几年？好，谢谢大家，我是小飞。好，我们第一轮的第一位选手的小飞表演已经完毕，那我们大家现在还有一点点投票的时间，谢谢大家。投票，投票。好，我们还有最后3秒钟的时间，3、2、1，请锁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有没有觉得小飞在说他自己作为一个北京人的时候，他其实有消解掉北京人这种优越感？你没有觉得他是个多优越的北京人？你甚至感觉不到他的身份证是110开头的。
哇哦，我是120的，我骄傲。小飞进步很大，我是觉得你今天是把2篇段子揉在了一起。其实我是觉得你不如5分钟的时候把一个话题好好的说的更深入一些。大家其实听到这个谐音梗的时候，刚刚起点兴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要再多听一些，结果就到那儿就结束了。我的个人想法。因为说多了谐音梗要扣钱，已经扣了50多了，现在。谁不想一个话题讲5分钟呢？是的，是的，是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因为小飞是我们自己的演员，所以我就当坏人了。不过很棒，小飞超棒的。对，他是坏人，他没有选我。为什么没有选小飞呢？你也没有选我。小飞说到一个 school bagging， 然后你后来说他们给你翻个 MBA 的学位，但是我在想，你为什么没有出 SB 的那个梗呢？啊？我没有这个梗，我是一个文明人，为什么要出 SB 呢？这是一个非常纯洁的舞台，我是一个非常纯洁的人。刚刚思琪说到那个段子，我觉得他后面扩展的很好，他很有这种探索精神，就是哎，我查一查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学校，还真有。其实很多喜剧演员都是这样创作的，就是你要发现一个问题，然后真的想到它背后有没有这个解决方案。我觉得小飞在这一点上真的就是刚刚那个段子就做得很好，非常的科研精神。对，还是我的队长心疼我，说的都是好话。看看你们两个，那我来说一点坏话吧。哎呦我的！没有，我觉得小飞是一个舞台缘非常好的演员，我一直都觉得他站上台来就非常招人喜欢。虽然长成这个样子，但是大家还是喜欢他。大家小飞可爱吗？小飞，我觉得很看好，潜力不可估量。那你不选我？还是孙刘慧眼识珠？那你跟他去硅谷吧。我养你。好嘞！哎呦。好，感谢小飞，有请小飞到我们的舞台旁边稍事休息。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第1轮第2位选手，哪儿都有梗队的赵世勇。今天要3个人上，你就说哪2个你不想上？哎，我一个，再来一个。不是，咱们选策略，咱们先不是想想别人会，那咱们想想呗。你觉得上肯定会上，宏宇也肯定会上，你能打过他俩吗？我觉得可以，不可以。我觉得别人有谁会上，我们都能干掉他们。那咱们还选什么策略呢？就是当你有强大的实力的时候，不需要策略，就是战略和战术上都轻视对方。对。那我觉得 Steven 可以上，可以，很好。Steven 可以，没问题。我就听到这儿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赵世勇登场。大家好，我是来自多伦多赵世勇，大家好，下午好。哎，最近在北美生活了很多年，我感觉北美越来越难生活下去了啊，尤其是现在印度人越来越多了。我感觉印度人这是我见过世界上最能够吹嘘自己的种族。我见过一个印度人叫做帕门爪，大家知道帕门爪在印度语里面什么意思吗？帕门爪在印度语里面意思是 The God of Gods。这名字也太牛逼了吧！他老婆不得叫 The Lady of Gaga。啊，中国人不会这样取名字的。你能想象一个中国人取名字叫做 God of Gods 什么概念吗？就相当于你姓王，叫王中王。哦，王中王这名字也太奇怪了。你能想象一个武林高手叫王中王吗？别人都是夸夸咏春叶问，他叫夸夸王中王。太奇怪了，中国人怎么取名字？中国人取名字很简单又富有寓意，对吧？你希望小孩杰出一点，张杰；你希望小孩富有涵养，汪涵；你希望家里网速快一点，刘畅；你希望家里多一根牙签，吴亦凡。这段得剪掉，这段。
真的印度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我发现印度人对我多了之后，对我们造成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找工作越来越难了。哎，我在加拿大找工作真的好难呀！我去过一个找工作，我们要去一个场所叫 job fair， 大家知道吗？就是在一个场地里面，那些公司会 set 他们的 booth， 然后我们作为毕业生要去递交我们的简历，希望能拿到一个 offer。但是也太难了吧，就感觉到不公平。为什么别人都是 congratulation， 到了我这就是 unfortunately， 对吧？那感觉就是对他们成绩好的叫做 job fair， 对我这种就是 go fuck yourself。为什么这 job is not fair？ 去参加这个 job fair 对我影响最大就是我不知道我穿什么。我是一个理工科的学生，我平时最爱穿的就是卫衣啊，我太爱穿卫衣了。我觉得我可以在任何的场合都穿卫衣，包括我的婚礼。我想象在我的婚礼上，我对着我心爱的姑娘，穿着我心爱的卫衣，唱出那首我最爱的歌曲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所以我决定要做出一些改变，于是我斥巨资买了一套名牌西装 ，Forever 21， 足足花了我200刀。哎，你们可能觉得200刀还好，对吧？但是对于那个时候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200刀太多钱了。我一个月生活费只有1000块钱，1000块钱怎么花？500块钱房租，300块钱吃饭，200块钱很难攒的，很难还的。所以说，当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套西装回家之后，我太激动了，我就穿上西装，对着镜子中的自己看，也太帅了吧！这样找什么工作都找不着。我穿着西装那一瞬间，我感觉我已经有工作了。我当时对着镜子，我摆了一个这个姿势，我就是地产经纪了。所以第二天，我信心满满的推开 job fair 的大门。妈的，人傻了，全场只有2个人穿了西装，我和门口的保安大哥。我他妈撞衫了，我感觉我跟他是个组合，就是 Forever 42。那个场合里面，你就一眼就能看出来谁的成绩好，谁的成绩不好。因为穿得越好，成绩就越不好。我就是那个成绩最差的。然后你作为一个成绩最差，你还是得去和那些 HR 聊天，对吧？然后他有一些大公司，有小公司，跟大公司聊天，我就感觉我是在逛那种奢侈品店一样。就我知道我买不起，但我得装作我买得起的样子。当时那个场景是怎么样？走进那个大公司，我就是逛商场，我说哦，那个 HR 还问我，哎，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我说我就随便看看，随便看看。Just browsing, just browsing。哎，你把你那个程序员的那个职位给我看一下。可以可以，工资很高，福利也很好，基点要3.9啊。打折吗？啊，从来不打折是吧？厉害厉害厉害！这时候我只能记住我的大绝招，不是我买不起啊，我现在要去上个厕所了。大公司很难，但小公司的话，我稍微会有一些底气一点，对吧？我就像逛菜市场的大妈一样，还可以跟他讨价还价。我说，哎，你这个程序员工资多少钱啊？啊，基点3.2是吧？你好意思吗？隔壁才3.1。真的吗？卖一个吧，交个朋友吧。我这人基点2.7。啊，不卖是吧？不卖走了，不卖走了。啊，真的走了。哎，真不卖，我可以加班的，我可以加班，996、007我都可以的。这些 HR 他拒绝你，他还没完，他还要羞辱你。他拒绝你之后，他还给你留一个他们的纪念品，给你一支笔。我看那笔我就生气，你是怎么羞辱我？是这个意思吗？说拿去吧，你这个傻逼。太难，就好不容易有一个 HR 愿意跟我讨论一些技术问题，他一来就问了一个直击我灵魂的问题，他说 Do you know Java？ 那我哪学过？
但是如果换成现在在职场摸爬滚打了好几年的我知道面对这样的问题，你不能直接回答他，你得绕一个弯回答，你得告诉他啊，懂不懂 Java 不重要，重要的是解决问题以及和同事沟通的能力。你还把问题抛换去个地方 ，Do you agree？ 但是刚刚初茅庐的我的回答多少有些坦率和天真了。哎，我说我不会，但我可以学。你看我的简历 ，I am a faster learner。就当时我那个自信啊，就是在给 HR 说，我过去大学4年，我逃课，我挂科，但我知道我是一个好学生。你看我的简历 ，I'm a fast learner， 对吧？不要说 Java 了，人类10大难题我都给你解决了。来，你看我的简历 ，I'm a fast learner and a problem solver. Just give me the offer, you motherfucker！ 谢谢大家。感谢我们第1轮第2位队员赵世勇的演出。我们大家现在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来进行投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投。我们还有3秒钟的时间，3、2、1，请锁票。感谢。好，谢谢大家。还是靠脱口秀脱单的。他们办第1场开放麦的时候，就有一个女观众来加那个小红书说：“哎呀，在哪儿看脱口秀？”她一看人家头像很漂亮，然后就说了一句非常恶心的话。那一瞬间，我连我们俩孩子名字都想好了。那我就说，在哪里可以看脱口秀？在我心里。他看起来很像渣男，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暖男了。对，你们在一起多久了呀？华人喜剧成立了3年，我们就在一起了3年，基本上。哦，真讨厌。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啊。哦，在哪里？你投给他了吗？啊，那就行。那票不算。你这个问他就说会脱头了，你没问不知道。你不要这样子，我们纽约的观众很难找到真爱的。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觉得他说到一个应该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共鸣的，就是找工作这个话题。对，就是确实是，因为我那时候也不是个好学生。我觉得赵世勇他的段子啊，就是非常的敢说。你是有临时换段子吗？还是？对，我本来其实今天准备讲的是一个我和我老婆结婚的婚礼的段子啊，但是突然听他们说现场的年轻观众很多，然后可能他们不知道结婚什么感觉，不希望他们经历这么人生痛苦的瞬间。好，感谢赵世勇，请赵世勇到我们舞台旁边稍事休息。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第1轮的最后一位队员出战，他就是来自4期都对的直男卫骚张浩源。我们还是要发扬一下纽约的地主之谊，就把演出机会呢给到我们的4位外地来的选手。我现在的不大确定的一点是，今天让上还是让郝源上？今天你们觉得 Steven 会不会第一个上？我觉得不大，我觉得不大可能。怎么2次让他第一个上，还有点撑不住？我觉得对。那第一个上的，你们觉得会是谁？那篇稿子要适合一开始场子还没有很热的时候能讲，或者场那个能量很足的。是。我觉得他能量，我觉得他可以，他能量挺足的。今天你能量打足一点。我尽量。OK， 今天他第一个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郝源。我现在压力好大，主要是这个链子太重了。这个链子是4期逼着我非要挂上去的。他说我是我们队第一个上场的啊，一定要靓丽一点。然后我们队的这个上场顺序排的时候啊，也是非常的科学啊。我们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MBTI。就这个 MBTI 真的，然后他们在聊，我就根本聊不进去，因为发现聊 MBTI 对我来讲确实有点难。我还是更喜欢他在传统行业的那个竞品，星座。
那星座就很好聊，你看啊，想要知道自己的星座，你不用做120道题，你看生日就可以。你想要了解别人的星座啊，你也不用去看什么分析报告，凭刻板印象就可以。我现在已经玩明白了，我跟别人很好聊了，我都是小姐姐什么星座啊？啊，双鱼，我天蝎啊。天蝎跟双鱼最搭的了，我们懂对方那种细腻敏感。很好聊，对吧 ？MBTI 就不是 ，MBTI 什么4个字母16种啊，然后还特别拗口，我很多时候都记不住。有时候别人问我说啊，你 MBTI 是什么？我说哦，我是这个 EN， 我最近刚测，截了图。ENFP， 你是 INTJ， 哦，那是什么？根本聊不明白，而且有时候我还特别怕对方质疑我，就有的人他会质疑你，比如我跟别人说啊我是 ENFP， 他说啊不像哦，你不像 P 人哦，像个 J 人哦，什么时候测的？那我只跟他说哦我上周末刚测，然后我每次测出来都是 P， 然后我平时生活也比较随性，真的是个 P 人。他说哦。这么有条理，一定是 J 人。我说你生性这么多疑，一定是天蝎座。而且现在大家发现聊什么 P 人 J 人，就比方4个字母只抠1个出来聊，对不对？比如什么这个是 P 人，这个是 J 人，这个是 F 人，这个是 F word。就只聊1个字母，有时候太抽象了，真的容易听错。比如上周我去喝酒的时候，有一个大姐就问我是 S 还是 N， 但当时那个音量就比较嘈杂。我就听成了另一个字母。你 S S N S S N， 然后我说，我们才刚认识。就很紧张，要压抑那种喜悦嘛。我也没试过，你觉得呢？他跟我说你是 N， 沾了一点水，写了个 N， 另一半去哪里了？是这个 M， 就怎么了？玩太狠了，打半身不遂了，只剩一个 N。旁边一个大哥过来更过分，搂着我就说：“郝源，你一看就是 E， 你一看就是 E。”我都懵了。现在男生也开始量这个了吗？一上来就拼尺寸。但哥们又不虚的了。笑点在这。小朋友不懂了吗？后来搞清楚了嘛，是聊什么 I 人 E 人，对不对？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好像很少有人主动说自己是 E 人，但是很多人喜欢主动说自己是 I 人，什么人都敢说自己是 I 人，甚至有些脱口秀演员都是这样。然后在台下跟我们说 I 人，社恐 I 人，I 你妈呢？真正的 I 人都坐在角落里，都在阴影里，就都坐在那边，对吧？我那么一指，那个大姐还想躲一下。慈禧是个 I 人，首先你看她不会做这种公开讲话啊，她开会她都很害羞的，她都要垂帘听政。然后慈禧她也不喜欢拍照，这是什么 I 人的镜头恐惧。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呢也知道，并且他也承认了这一点，所以他都自称 I 加。你们看一个 I 人自称 I 加，是不是特别高贵？就有的人说什么本 I 人不好听啊，比如什么这个活动好多人，本 I 人好累。慈禧会怎么说？好生聒噪。I 加乏了。
这个段子真骚。之前在开放麦演完，确实收到了一些观众的热烈评价，比较多的一条就是什么张好元垃圾谐音梗。然后再往下看，有一些比较长的说，竟然敢调侃历史名人。我说不是现在慈禧也有脑残粉了吗？再往下看，赶紧。调侃慈禧是 I 人，用了3个论点，这么有条理，还说不是 J 人。谢谢。感谢我们选手。那现在又到了我们索票的时间了，请大家投票，给哀家投一个，好，我们还有最后3秒钟的时间，3、2、1，请索票，感谢。我每次被别人问到自己的 MBTI 的时候，我都真的会像张浩元刚刚一样，就是要看一眼手机里的截图。那你现在看一下你是啥？我没带手机，我应该，如果我记得没错，是个 INTJ。不像啊。学会了给他。我之前说了，我说我们4期都对啊，是里面包含了颜值、文本、表演啊、个性。然后这位朋友很明显就是我们的自信代表。我特别喜欢那个哀家那个梗，我想问一下你怎么想到哀家的？你是说我怎么想到你的，还是说这？我好像是在看《甄嬛传》的时候，就看到太后就哀家，然后后来想想怎么说，这个太后她该不会是个哀人吧？整天自己一个人住在坤宁宫啊。我有时在想，就是我们做海外脱口秀很难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中文环境不够。袅袅在台上说的时候，他说了一个中杯、大杯、超大杯，那是非常好的梗。可是我在想，我在美国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个环境，让我听到中杯、大杯、超大杯这个词。做海外中文脱口秀非常不容易。确实，谐音梗会比较难写。加油加油！谢谢你们给我的谐音梗上的价值。郝元，你的胸肌是怎么练这么大的呀？你来摸一摸。这个可以播吗？我来摸一摸，我来替大家验证一下氛围。哇，这个是什么 ？C E，一看就是 E， 一看就是 E。很棒很棒啊！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前2位选手回到舞台当中。那我们第1轮1v1的票数到底是什么样呢？应该还行吧，开场大家会给一些同情分。我觉得达到了我自己的预期，我每个预设的我觉得可能会有反应的点都有观众笑出声来，然后我非常高兴。没有到100分的状态，但是60-70分有吧。3、2、1。OK， 我们感谢哪儿都有梗队的赵世勇，替他的战队率先拿下一场。很棒。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啊！现在有请我们3位队员到台下稍事休息，回到后台。他们3个人其实3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就 Steven 他是非常的稳，对，他是临时可以换稿子，稳如老狗。他有自己的主导性，还敢在我之前开，让我记恨至今。技不如人就承认。不过我还是觉得，就是小飞跟郝元都是非常新人的选手，他们能够第1轮对上 Steven 表现的话，我觉得已经非常优秀了。再次掌声送给他们。组队淘汰赛下期更精彩。
然后我当时就真的闭关了半年多，然后一口气瘦了60斤。然后我就特别自豪的去看我朋友了，然后我朋友看了我真的非常震惊，然后指着我说：“哟，你怎么秃了？”等10年才能等来一个真人客服啊！所谓的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电话那头终于传来了人类的声音。Hello。我们这的老师有白金级、钻石级，还有骨灰级。哎，那可以，我想试试这个最高的骨灰级体验。哎，好的啊，那是我师傅啊，他上周刚刚火化。我奶奶评为了首席石磨师文化大使，她幼儿园文化啊，她比副大使多领了1筐鸡蛋。我每天晚上熬夜加班，我妈推门就进来催我，我第一反应都是，然后切出一个桌面来。说妈，你给我起的什么破名儿？怎么那么多人叫？这个时候我爸凑上来了，你名儿咋了？我还叫刘伟呢。对，所以我们家族群呢就叫普普通通一家人。今天最终的票数呢，马上就要出现了。3、2、1。